世子，信已送进顾府，陆姑娘若去，今日便能看见真相。好，可陆姑娘毕竟已嫁人，您这样做会不会？我只是不想让她被人欺瞒。小姐，姑爷说今日在衙门忙，怎么会让人送信来这处小院？看看便知道了。夫君日日来看我，姐姐若知道了，会不会伤心？他性子温顺，又3年无所出，便是知道，也该懂事些。小姐，走。可姑爷他脏了的东西不必再养。晚唐，你回来的正好，城西有处小宅子不错，你拿些银子出来先置下。母亲要置宅，不是我要，是怀瑾要。怀瑾如今是有官身的人，身边总该有人照料。你嫁进顾家3年无所出，自己心里也该有数。母亲说的是城西那位秦姑娘。你既然知道了，那便更好。月娘已有身孕，是顾家的功臣，你身为正妻，理当大度。所以母亲要我拿嫁妆给夫君的外室置宅安胎。什么外室？说的这样难听。怀瑾是读书人，日后前途无量，3妻4妾本是常事。你一个商户女能嫁给他，已是高攀，别不知足。你笑什么？我笑自己这3年确实太知足了。你这是什么话？顾怀瑾的日用，顾家的宅子，您的汤药，顾家这3年在京的开销，每一文都是我的银子。我做这些时，母亲说我贤惠，如今顾家有了新人，母亲却说我高攀。你这是要翻旧账？不是翻旧账，是清账。你敢！青枝，去取账册。是。你要做什么？既然顾家已有新人，那这3年花我的银子也该还了。还有，劳烦母亲派人去请顾怀瑾回来，这顾家的账，我要当着他的面清算。晚唐，你闹什么？你来的正好。不过是月娘有了身孕，母亲与你商量几句，你何必闹到清账？顾怀瑾，我今日才知道，原来你是这样的君子。姐姐，我知道自己身份低微，不敢同姐姐争什么，可孩子是无辜的，求姐姐容我们母子一条活路。你吃的用的都是我家小姐的银子，还说自己不争。够了！男子纳妾本就是常事，何况你3年无所出，月娘腹中是顾家血脉，你该体谅。好，我会体谅你，给他让地方。现在咱们就来谈谈这账目。3年间，顾家花我嫁妆银子总计3800两。你胡说，哪有这么多？这账册上每一笔花销都清清楚楚。你是顾家的媳妇儿，嫁进来了供养夫家，难道不是应该的？我做妻子时，愿意给是情分，如今不做了，便一文都不能少。你要同我和离？你既有了新人，便签了这和离书吧。晚唐，别逞强！你若和离了，离了顾家还能去哪儿？去哪儿都比留在顾家干净。你签字吧。陆晚唐，你当真如此绝情？不是我绝情，是你脏了。你，顾大人，请吧。小姐，嫁妆都清好了，走吧。陆晚唐，今日你走出这个门，日后便是求我，我也不会让你回来的。顾怀瑾，你放心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就是曾经进过这个门。你一个离开夫家的妇人，除了顾家还谁肯要你？我离开顾家，不是因为没人要，是因为你儿子不配。这不是顾家夫人吗？怎么把嫁妆都抬出来了？听说和离了。和离妇啊，那以后还能嫁给什么好人家？小姐，他们太过分了。嘴长在别人身上，不必为他们停步。他现在硬气，过不了几天就知道苦了。那是镇国公府的马车，难道是世子？真是子！这可是满京闺女都想嫁的人，他怎么会来顾家？下官见过世子。让开！
陆姑娘，可愿嫁我？世子，你可知他刚与我和离？滚！世子可知，我今日刚出顾家门，知道，也知我是旁人口中的弃妇。在我这里，你只是陆婉棠。世子，她乃商户女，性情善妒，今日更是当众与夫家亲帐，闹得毫无体面。世子切莫被她一时蒙蔽。她拿回自己的东西，何错之有？可她毕竟曾是下官之妻，如今不是了。世子当真要娶一个和离妇？你视她如草芥，是你目不识珠。在我眼中，陆姑娘便如天上明月，求之不得。天哪，世子竟然……陆姑娘这可是天大的福气啊！世子，为何是我？陆姑娘可还记得，3年前5月墨凉山下？3年前，墨凉山下，怎么了？快救人，他还没死。多谢，请问姑娘是？是你？是我。你早就知道是我。我伤好后找到陆家时，可惜正是你成亲之日，我不能饶你轻遇，只好遗憾离开。如今你自由了，我不想再错过。原来世子和陆姑娘还有这段故事。世子对陆姑娘一定是真心的，整整等了3年啊！陆姑娘，你快答应了吧，这样的缘分岂能错过？陆姑娘，你可愿给我一个机会？婉棠，你不能答应他。顾大人，我们已经和离了。陆姑娘这是同意了。天哪，陆姑娘这哪里是没人要，这是满京最好的姻缘啊！傅大人真是糊涂，世子都倾慕的人，肯定是极好的。是啊，陆姑娘往常就待人极好的，哪像那个外室，一看就不像个好的。顾大人真是眼盲盲心瞎啊！世子莫不是疯了？一个和离妇他也要？夫君，姐姐她真要嫁给世子了？她不会嫁的。怎么不会？她都上了世子的马车。她刚和离便再嫁，只会被人骂水性杨花。为了名声，她也不会嫁。这帕子你留了3年，为何？因为3年前我就想娶你，可惜当年我晚了一步，还好这次没有再错过。世子今日当众求娶，可知会惹来多少流言？知道。镇国公府门第清贵，世子前途无量，娶一个刚和离的商户女，与你并无益处。我娶妻不是做买卖。世子给了我体面，我感激，但我不想刚出一座牢笼，又进另一场交易。陆姑娘，你可以不信，但我绝不是顾家那一类人。那世子今日求娶，是报恩、怜悯，还是一时心软？都不是，是我等了3年的私心。我刚和离，不会马上相信谁，更不会因为世子一句等了3年，就轻易把后半生再交出去。我知道。那世子还要求娶？求娶是我的心意，答不答应是你的自由。我今日这般，是要告诉所有人，陆姑娘是我珍重的人。至于你愿不愿意嫁，我等你。到了，下车吧。这是哪里？这里是……你今日刚刚和离，应该还没准备去处吧？不妨先在这里歇下。世子早就备好了，3年前备的。小姐，这院子里有好多海棠树。世子安排的这样周全，我反倒不知该如何还了。我愿意给的，便不用你还。萧景恒，我现在不敢信你。那便慢慢看，我不逼你。若我最后不嫁呢？那今日之事仍是我心甘情愿。只要你没有嫁给别人，我都会懂。郡主，出事了！慌什么？萧世子今日在顾府门前当众向一个刚和离的女子求娶。你说谁？是顾怀瑾的前妻，叫陆婉棠，听说是个商户女。荒唐！景恒哥哥何等身份，岂是一个和离商户女能肖想的？可听说是世子主动求娶。主动？不过是那女子懂些狐媚手段，趁着和离装可怜，骗得景恒哥哥一时心软罢了。那郡主打算怎么办？明日长公主府赏花宴，
给他递帖子。他刚和离，会来吗？他若不来，便是心虚；他若来了，本郡主倒要看看一个商户女有什么脸站在满京贵女面前。小姐，外头都传遍了。传什么？传您是用了手段迷惑了世子。意料之中。小姐不生气？从我坐上那辆马车起，便知道会有这些话。可您明明什么都没做。女子和离本就容易被人挑错，更何况世子这样的人，忽然说要求娶我，自然他们也太过分了。这段时间我们不会太平了，也许流言之外，还会有人故意找麻烦。陆姑娘，长公主听闻您德才兼备，擅长花艺，特邀您明日过府赏花。多谢长公主，请您回去禀告殿下，民女明日一定准时前往。是。小姐不能去，肯定是有人故意想看您笑话。长公主府的请帖，我怎能不去？小姐，我若躲着，反倒像是心虚。不论我将来嫁不嫁给世子，今日世子对我的维护，都会被那些贵女们嫉恨。郡主，外院传话说陆姑娘已经接了帖子。好，明日本郡主要让她知道，山鸡披上锦衣也变不成凤凰。郡主说的对。母亲，听说你今日当街求娶了一位刚和离的陆姑娘。是。你可知这件事已闹得满京皆知了？你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。她刚和离，顾家又闹得难看，你若娶她，朝中与京中都会议论。流言蜚语不过烟云。景恒，婚姻不是一时冲动。不是冲动。母亲，为了他，我已经等了3年。他是你书房里那幅画像的主人？是的。原来如此。母亲，我此生只求这一次。你要娶她，我不拦你，但她今日刚离顾家，心未必安定，你别仗着身份逼她。我不会逼她。若她不愿呢？那我等。等到何时？等到她愿意，或等到她亲口告诉我，不必再等。你父亲若在，定要骂你糊涂。母亲呢？我只问一句，你能不能护住她？能。不是今日当街求娶这一时义气，是往后一辈子流言贵女刁难，顾家纠缠，世人轻看，你都能护。小姐，要不要换套更鲜亮些的衣裳？今日那些贵女肯定个个华贵，她们要比的是门第，我穿什么都赢不了。那小姐还去？我赢不了门第，却能赢体面。走吧。他就是陆婉棠，长得倒是不错，难怪能蛊惑了世子。他一个和离妇也敢肖想世子，待会儿有他好看的。婉棠见过诸位姑娘。陆姑娘来了，快坐吧。今日赏花宴来的都是京中旧相识，倒是你面生得很。我从前少在京中宴席走动，郡主觉得面生也寻常。也是，顾家门第低，你从前也没机会来这样的地方。今日托郡主的福，见识到了。陆姑娘既以海棠为名，想必懂花，不如说说这盆是什么？这是西府海棠，叶片有虫斑，应是前几日浇水过多，根部有些闷了。陆姑娘说的不错，园中花匠昨日也这样说。哼，那这盆呢？垂丝海棠，枝条柔，花梗细，若摆在风口，明日花便会落。陆姑娘懂得真多。咱们今日若只赏花，未免俗气，不如陆姑娘也做首诗。是啊，听闻陆姑娘厉害得很，昨日和夫家清账算得极快，不知诗才如何？晚唐诗才平平，不敢献丑。陆姑娘这是怕了？不是怕，是术业有专攻。诸位姑娘会吟诗赏花是雅事，我会看花木成色，便南北货路，算一盆花从江南运到京城要折损几成，也是本事。雅有雅的用处，俗有俗的活法。诸位何必觉得只有一种活法才配见人？世子，陆姑娘被为难了。她没有被为难，那是她在教他们做人。陆姑娘说的倒漂亮，可女子看的终究是门第清誉。你刚与顾家和离，转头便坐上世子的马车，未免太急了些。世子邀请，我乐意。
有何不可？凭你也配肖想景恒哥哥？住手！景恒哥哥，郡主今日请陆姑娘赴宴，便是为了问她有没有资格靠近我。我是替景恒哥哥不值，你是天之骄子，何必娶一个和离夫？不必，我求娶她是我高攀。往后再有人拿和离二字轻贱她，便是轻贱我镇国姑府。陆姑娘今日出来，郡主便拿和离之事取笑，说这是长公主府的待客之道，我会亲自去问长公主。不必惊动姑母。世子，今日这花我已经赏过了，也该告辞了。我送你。今日多谢世子解围。你本不需要我解围。世子看出来了。你若再说几句，安宁郡主未必讨得了好。既然如此，世子为何还要开口？因为我不喜欢听别人轻贱。你能反击是你的本事，我愿意护你是我的心意。世子，我想问你一件事。你问。若我嫁入镇国公府，陆家的铺子、庄子，我仍要自己管。本该如此。若我日后还想经商呢？那便经商。若旁人说你的世子妃满身铜锈呢？那便让他们知道，我不缺青米，也不怕铜锈。陆姑娘，我想娶的是你，不是世人口中贤良淑德的世子妃。陆姑娘，你若还没有想好，便慢慢想，我会等你。好，多谢世子，我会认真考虑的。听说你今日在长公主府为陆姑娘得罪了安宁郡主，今日我已经给她留面子了。你这性子倒是多年没这样锋芒外露了。陆姑娘如何？她很好。我是问她可愿嫁你？还没有点头。那你还笑？她今日问我，嫁入国公府后还能不能继续管铺子？这是开始认真想了。罢了，明日我亲自去见见他。若不想陆婉堂嫁入镇国公府，明日速去厅堂小住。小姐，国公夫人今日真要来。长风昨日递了话，应是真的。小姐紧张吗？有一点。小姐也会紧张，见未来婆母，谁不紧张？小姐这是答应要嫁给世子了？还没有，可小姐已经在想着见未来婆母了。你活都做完了，赶紧去备茶。好，奴婢这就去。顾大人，陆姑娘不见客。我是她夫君。顾大人说错了，是前夫。让陆婉堂出来见我。小姐，门外好像是顾大人的声音。让他进来吧。小姐，有些话早说清楚也好。婉堂，顾大人，你一定要这样同我说话。我与顾大人已经分开，自然该守礼。3年相伴，难道真能一纸分开的文书便断得干干净净？当然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故意与我分开，故意招惹世子，就是为了让我后悔。顾怀姐，你太高亢自己了。若不是为了气我，你为何这么快答应世子？我们已经分开了，以后我选谁都与你无关，只是我愿意。婉堂，月娘之事是我一时糊涂，只要你愿意回来，我可以不让她进门。她怀着你的孩子，你现在说不让她进门，我可以安置她。顾怀姐，你从前负我，如今负她，你倒是一如既往的会权衡利弊。我低声下气来找你，你还要怎样？你以为世子真会娶你？他不过是一时新鲜罢了。顾怀姐，你今日来不是因为爱我，也不是因为后悔伤了我，你只是见我离开顾家后，竟然还能过得更好，所以不甘心。顾怀姐，我最后说一次，我和你分开，不是为了让你回头，我是不要你了，别再来烦我。你不要我，陆婉堂。若不是我娶你，你一个商户女能进京城关卷圈？这便是顾家出来的读书人。顾大人，世子，厅堂小住不是顾府，轮不到你在这里放肆。我只是想与婉堂说几句话。陆姑娘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顾大人，请回吧。
世子未免管得太宽了。他不愿见的人，我自然要管。晚唐，你当真要让他这样羞辱我？顾大人，我再说一遍，别来烦我。你，顾大人，见过夫人，刚才让您见笑了。没有，我只看到一个姑娘，终于把不该要的人扔干净了。陆姑娘，若你愿意嫁给景恒，我不会问你从前，只问你往后愿不愿意与他好好过。夫人厚爱，晚唐感激不尽。只是我前日方才和离，若立刻应下婚事，恐会连累您遭人非议。人活一世，谁不被人议论？你不要急，慢慢想，景恒等得起。多谢夫人。母亲说的对，你不必急着应我。公子，咱们终于到京城了。先不去客栈，去顾家。公子赶了这么多天路，不先歇歇？姐姐3年未回江南，我此次入京，第一件事自然是见她。公子，那咱们先去茶楼歇歇脚吧。好。今日来说一件京中的趣事，诸位可曾听说？顾大人的夫人陆氏当众与顾家亲长和离，谁知她刚出顾府，便被镇国公府的萧世子当街求娶。他说的是咱们大小姐吗？那陆氏真厉害，刚和离就攀上了世子。不怪陆姑娘，听说是顾大人养了外室，还想让陆姑娘拿嫁妆给外室置宅呢。顾家真不要脸。请问诸位方才说的，可是金陵陆家女？是啊，你认识？她是我姐姐。公子，大小姐她和离了。顾怀金。公子去哪儿？去找顾怀金那混蛋。前日萧世子不过是一时糊涂，他还真以为自己飞上枝头了。母亲别气坏了身子，姐姐性子倔，日后碰了壁，自然会知道顾家的好。他还敢回来？我顾家的门也不是他想进就能进的。夫人，前舅爷陆公子来了。他来了，来得正好，让他进来，也好让陆家知道，陆晚唐在京中闹出了多大的笑话。你便是晚唐的弟弟，来得正好。你姐姐前日在顾家大闹一场，连夫妻情分都不顾了，你们陆家也该好好管教。我今日不是来听你训我姐姐的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是来替陆家问一句，顾家3年吃用全是我陆家的，如今仗着我陆家离京千里，竟敢欺辱我姐姐，顾家的脸面还要不要？放肆！你一个小辈，也敢这样同我说话？若论年纪，您是长辈；若论德行，您不配。来人，把他赶出去！不必赶，我自会走。这是陆家铺子的付账，顾家从我陆家铺子汲取的每一笔花销，我陆家都记着。云峥，你何时入京的？顾大人，你我也算姻亲，何必这样生分？顾大人与我姐姐已经和离，姻亲二字不必再提。你姐姐任性，你也要跟着她胡闹。她任性，你赴京赶考是我姐姐的嫁妆给你出盘缠，你出入仕途是我姐姐替你打点人情往来。你母亲病重是陆家从江南请大夫，如今你功成名就，就养外室，嫌她无出，骂她商户女。陆云峥，你不过一介商户，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！顾大人消息不灵，我此次入京是为入京赶考。哼，好叫顾大人知道，我家公子乃荆轲江南解元，可比顾大人当年厉害多了。顾大人，你如今站在朝堂，应该知道士林轻易最重品行。你说，若满京士子都知道你是靠妻族起家，如今却背弃糟糠，会怎么看你？云峥，家事何必闹到士林？你姐姐与我和离，是她一时冲动。她若冲动，前日就不该只是带走嫁妆，而是该带人砸了顾府。你们陆家果然都是商户做派，粗鄙！您身上这件缎衣是陆家铺子去年送来的云锦，您腕上这只镯子是我姐姐在您寿宴所赠，连您院中炭火、厨房、燕窝都是从我家铺子里织的。您嫌陆家粗鄙时，倒从未嫌陆家的银子粗鄙。够了，陆云峥，我与晚唐夫妻3年，他也并非全无过错。他3年无所出，又善妒不容人，我才不得已养外室。顾家不能无后，顾家不能无后，所以你便能背着正妻金屋藏娇。敢问这位姑娘，腹中孩子几月了5月有余。5月有余，原来你半年前便已开始金屋藏娇。顾大人，你所谓不得已，不过是早有预谋。
你若真觉得我姐姐无子有罪，大可堂堂正正与她商议，甚至和离。可你一边用她嫁妆供养全家，一边在外养人，还要她拿钱替外室安胎。顾怀瑾，你不是求子，你是贪。原来顾家花了陆家这么多钱，吃人家的，用人家的，还嫌人家商户女，这也太不要脸了。陆姑娘那日清账真是一点没错。谁说不是嘛？陆姑娘的性子还是太好的，嫌换了我，非砸烂她顾家的。怎样？第一，顾家不得再对外散播我姐姐无德之言。第二，前日未结清的账，3日内送到陆家京中铺子。第三，由你亲笔写一封澄清书，承认和离是因你背信失德，不是我姐姐有错。你做梦！那便让士林评一评。荆轲会试在即，京中士子最爱品茶评人。我不介意把顾家的账送到贡院附近的茶楼念一念。世子，陆姑娘，陆家来人了。谁？是陆姑娘弟弟陆云真公子，刚到京城，听闻顾家之事，已经去了顾府。是小公子，小姐，小公子入京了。云峥怎么会来京城？听闻是江南解元入京参加会试。他高中解元了，我竟不知道。孩子，想哭便哭吧，有娘家人来了是好事。你威胁我？我学顾大人，只不过顾大人威胁的是一个孤身在京的女子，我威胁的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男人。我不会像姐姐前日那样再给你们留颜面。3日之内，你若有一条未做到的，你知道后果。阿燕，走。姐，云峥，姐，他们欺负你，你怎么不写信回家？我以为自己能处理好。你处理好了，可你受委屈了。见过国姑夫人，见过萧世子。陆公子不必多礼，今日你护着姐姐做得很好。我来迟了，不迟。听说萧世子要娶我姐姐，是，他前日才和离。我知道，外头流言难听，我会处理。顾家也曾说会好好待他，我不会让他再落到只能独自处理委屈的境地。世子话说得漂亮，但我不能只听漂亮话。应该。明日，我想与世子单独谈谈。云峥，姐，你别管，我得替陆家，替姐姐好好看看你。好。小姐，小公子真要单独见世子啊？小公子会不会为难世子？会。那小姐不来，若他连云峥这一关都过不了，那也不必谈以后了。小姐这是已经在考虑以后了。奴婢去倒茶。我姐姐不是没人要的弃妇，我知道，也不是你一时心善救下的可怜人。我从未这样想过。世子可知，我姐姐嫁过人，京中流言不会停。我知道，但我会竭尽所能的护好她。世子会护她一辈子吗？会。我还想问最后一句，若姐姐她不愿立刻为你生儿育女呢？她想做什么，都可以。世子真有魄力。因为我是心悦她才要娶她，否则我何必等到现在？世子，我暂且信你3分。多谢。别谢太早，剩下7分且看以后。好，我定不会让她失望。你在担心？云峥年少气盛，我怕他言语冲撞世子。他是在护你，冲撞些也无妨。我倒觉得他问的越多越好。夫人不嫌他烦？若我有女儿，嫁人前我也要这样问。女子再嫁本就顾虑多多，你有娘家人替你问清楚是好事。国公府若连这些都受不得，便不配娶你。夫人待我太好了，还没改口呢，就说这样的话。云峥，你们聊什么了？姐，萧世子暂时还行，剩下就看你自己了。多谢陆公子暂时认可。不用谢，随时会收回。婉堂，萧景行，明日你若有空，再来一趟吧。好。今日云峥若有冒犯，我替他赔不是。婉堂，你不必替任何一个护你的人道歉。从前你在顾家，或许习惯了替人周全，在我这里，你不必如此。
我只愿你顺心如意就好。小姐，你是准备答应世子了吗？也许我可以再信一次。姐，你真想好了？想好了。不是为了堵顾家的嘴，不是为了借郑国公府或助名声。一开始我确实有过这个念头。我刚离顾家时，人人都在看我笑话。那时我确实想过，若有他做靠山，旁人便不敢再欺我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我知道，即便我不嫁，他也会护我，而且我也还有陆家，有你。所以我今日点头，不是因为无路可走，是因为我愿意走向他。那我便不拦了。你拦得住吗？虽然拦不住，但我能挑刺啊。婉堂，你今日约我来，可是有话要说？昨日国公夫人亲自过来，我也知道世子的诚意。那你是准备答应了吗？是，但在此之前，我有些话要先说明白。好，你说。我曾错信顾家，所以我不会像寻常新嫁娘那样满心满眼只有夫君。如果我们成亲，以后我会继续经商，会有自己的事要做。若你觉得我不够温顺，不像世子妃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婉堂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后悔。你似乎答得太快了吧？不再考虑一下吗？这句话，我3年前就想好了。婉堂，我娶你不是要你做什么合格的世子妃，只要是你就好。世子，虽然姐姐答应了你，但有些丑话我还是要先说清楚。陆公子，请说。第一，我姐的嫁妆由她自己掌管，自然。第二，若顾家再来纠缠，你不能嫌麻烦。不会。第三，若你日后负她，陆家就是拼尽家财也要接她回家。应该。你不生气？她本就该有随时回家的底气。好，那我便代表陆家应下这门亲事。我会写信给爹娘，让他们尽快入京。郡主，听说郑国公夫人昨日去了厅堂小住，今日世子他已经怎么了？听说世子的婚事已经定下了。他也配？郡主，既然郑国公夫人都已经认了他，要不您就算了吧。认了又如何？婚事定下，不代表婚礼能顺利进行。去找个靠谱的人来，我就不信郑国公府还能娶个名声尽毁的女人。陆婉堂想风光嫁进郑国公府，我偏要让她成为满京笑柄。郡主，查清楚了，陆婉堂3年前曾在山道救过萧世子，后来不久便嫁给顾怀瑾。3年前？是，听说萧世子手里那方海棠帕就是那时候留下的。也就是说，陆婉堂嫁给顾怀瑾之前就已经见过景恒哥哥。可那是只是救人，是不是救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外头的人愿意听什么。他刚和离，转头就被萧景恒求娶。若说他们从前清清白白，谁信？郡主是想让人去传，就说陆婉堂婚内早与萧景恒暗通欢曲，顾怀瑾是发现此事才与他和离。这话若传出去，萧世子恐会动怒。没有证据的流言，谁能说是我传的？他想风光嫁入郑国公府，凭什么？我倒要看看郑国公府敢不敢娶一个婚内失贞的女人。听说了吗？那陆姑娘与萧世子其实早有私情。真的假的？萧世子还藏着她的帕子呢。正经人家的女子，帕子怎么会落到外男手里？难怪刚和离，萧世子就立刻求娶，莫不是早有私情？夫人，外头都在传钱少夫人与萧世子早有私情。早有私情？这不会吧？哼，我早说过他不是个好的。他刚和离就上了世子的马车，哪有这样巧的事儿？若这流言坐实，姐姐怕是嫁不进郑国公府了。哼，嫁不进去才好。他害得顾家颜面扫地，凭什么转头风光？母亲，这种话不可乱传。哼，他与萧世子若当真清白，萧世子那日为何来的那般及时？夫君，妾身也不敢乱说，只是姐姐既早与萧世子相识，为何从未告诉过你？也许姐姐心里一直惦记着他。够了！怀瑾，外头若问起来，你可不能再替他遮掩。他不仁，就别怪咱们无义。小姐，外头又出流言了。说什么？
说您和萧世子3年前便有私情，说顾怀瑾是因为忍不了才与您和离。小姐，终于来了。小姐知道有人会这样传我与世子的婚事定下，有人坐不住了。没想到他们会把3年前救人的事编成私情，这也太恶毒了。恶毒却好用，女子的名声向来是杀人利器。世子，流言是从安宁郡主身边传出来的。顾家那边虽未明着传，但也有添油加醋之举。顾怀瑾呢？他没有亲口传，但也没有澄清。他倒是会装干净。世子，要不要压下流言？压得住一时，压不住人心。那怎么办？先去看看晚唐。这件事，先要看看晚唐想怎么处理。是，无耻！他们怎么敢这样污蔑你？云峥，坐下。姐，这事不能忍，我现在就去让顾怀瑾写澄清书。澄清书有用，但不够。他们既然敢拿这事做文章，必定是笃定我们拿不出证据证明清白。救人还要什么证据？对女子而言，清白二字从来不是自己说了算。凭什么？所以这一次，我不只要澄清，我要让这传话的人自己把刀吞下去。需要我做什么？世子，3年前还有谁能证明我救过你吗？有。谁？当年救我回府的大夫，如今在太医院。好，有这位太医在就好。只证明3年前是救人还不够。为何？流言最恶毒之处不在3年前相识，而在婚内私通。我要证明世子寻到我时，我已经嫁入顾家，而他从未越界。长风，当年世子寻到陆姑娘后，曾命我送过一次谢礼，但得知陆姑娘已嫁，谢礼最后只送到陆家铺子里。你们当年送过谢礼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不想扰你清誉。陆家铺子应该有收礼记录，我去查。不必，我记得那年掌柜的来报说铺子里收到过一只无名锦盒，里面是一块上好的暖玉，我以为是哪位客商送错了，没想到那是我送的。郡主，世子派人递了帖子，说要借长公主府的花厅设宴，当众说明3年前事。他们急了，他敢主动说明，会不会有准备？3年前孤男寡女，他怎么解释都没用，谁让他帕子落在外男手里？那顾家那边，让人传话给顾家，若顾家还想保住最后一点脸面，就让顾怀瑾出面，亲口说出陆婉堂婚内行为不端。顾大人会答应吗？男人最受不了什么？他肯定受不了前妻过得比他好。好，就该让陆婉堂当众丢脸。这件事不能再掺和。为什么不能？如今外头都说你是被辜负了，还不敢吭声。你若不去，岂不是坐实你窝囊？夫君，妾身也觉得此事该说清楚。若姐姐真是清白，自然不怕你出面；若她不清白，也该还夫君一个公道。你眼睁睁看她嫁进镇国公府，往后她就是世子妃，你见了她都要低头行礼。怀姐，你真咽得下这口气？我去。还真敢来！若我是她，早就躲起来了。陆姑娘今日主动说要解释3年前旧事，本郡主倒是佩服你的胆量，不是解释，是澄清。顾大人也来了，既是陆姑娘前夫，想必最清楚了她婚内是否安分。顾大人来的正好。婉堂，我本不愿把话说得难听，那便说得清楚。你与萧世子3年前便相识，为何嫁入顾家后从未告诉我？因为我救他时，并不知道他是谁。那帕子为何会在他手里？救人时一路，陆姑娘说得倒轻巧，可孤男寡女山道相遇，谁知当时发生了什么？郡主说的是，所以今日我请了证人。证人在哪儿呢？来了。郡主想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，不妨问问他们。麻烦陈太医回忆一下当年救我之事，也好让大家明白。陆姑娘救人的善举，岂可被污蔑？老夫自当说个明白。当年世子重伤，若不是提前敷了上好的金疮药，恐怕撑不到老夫在元首。那也不能证明他们就清白啊！荒唐！当年世子伤成那样，如何与人有私？他还是经我指点才知道那金疮药瓶底的印记是属于金陵陆家。这是当年留下的药瓶。你又知道什么？小人是在山道开客栈的。当年陆姑娘见世子危险，她急着离开，
便留了银子托我救人，我便请来了陈太医。即便3年前你只是救人，那后来呢？世子为何会藏着你的手帕3年？难道不是你们又有联系吗？因为我心悦他，当我寻到他时，他已嫁入顾家，所以这3年我从未传信，从未越界。藏了帕子是我的私心，与他的清白无关。这么说，世子倒真是守礼。陆姑娘救人反被污蔑，也太冤了。顾大人，这是你当年写给我父亲的求娶信。你怎么会带着这个？晚唐姑娘端庄贤良，顾某虽出身寒微，愿一生敬之重之。顾大人，当年求娶时你说我端庄贤良，如今我与你和离了，你便诬我婚内不贞。圣贤书里可教过你这样颠倒黑白？是我一时糊涂，但也不能全怪我。若不是你3年无所出，我也不会去找月娘，我们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。顾大人此言差矣，女子3年无所出，未必就是女子之过。不会吧？难道顾大人他不行？幸好陆姑娘和离了。嘘，你们小声点儿。若你从未请医问诊，只一味怪罪妻子，未免偏颇。你什么意思？老夫只是说句公道话。今日之事，长公主命我听个明白。我想诸位应该也都听清楚了。陆姑娘3年前救萧世子是义举，萧世子守礼3年，并无半分逾矩。外头流言实属恶意重伤。澄清了便好，我们也是为陆姑娘名声着想。郡主是为我着想，当然，请您代为转告长公主殿下，近日无故污我名声之人，若不向我赔礼道歉，我便亲自去京兆房递状。不会吧？他竟然要当场挑破？他真有些胆量，难怪世子喜欢。也不怪他生气，若是我被人污了名节，我也要生气。你敢告我？郡主说错了，我告的是造谣毁我名界之人。郡主若不是，又怕什么？郡主，流言确实从你府中传出，长公主殿下说了，既是误会，便该给陆姑娘一个交代。我并未亲口传她与景恒哥哥有私，郡主府的人传，与郡主亲口传，对我造成的伤害并无区别。你，郡主，陆姑娘，是我府中下人多嘴，害你受了委屈，我向你赔礼。郡主这里我受了，还请郡主以后管好身边的下人。没想到这样的局他都能破了，有点厉害啊！长公主竟然派女官来帮他，长公主肯定是受世子所托啊。顾大人，此事你们顾家也有不妥之处，便由你亲笔写一份澄清书吧。今日在此把一切都写清楚吧，免得日后再生流言。这位顾大人以后再想娶妻可就难喽。那可不一定，小门小户想攀高枝的多着呢。这世道，男的总是女人。诸位听清楚了，昨日长公主府已查明，陆姑娘3年前救萧世子乃义举，萧世子守礼3年，从未逾矩。顾大人也亲笔澄清，合理只因顾家有错，陆姑娘清清白白。原来是有人故意造谣。顾家也太不是东西了，自己养外室，还想污人清白。萧世子倒真是情深守礼，陆姑娘这回可算洗清了。那便是顾怀瑾吧？听说靠前妻的嫁妆起家，功成名就，后养外侄，长公主府的澄清书都出来了，假不了。这样的人，谁还敢深交？如今外头全在骂咱们顾家，都怪陆婉棠非要把事闹大。够了！怀瑾，你吼我！若不是母亲昨日非要我去长公主府，何至于此？我还不是为了你，为了我，还是为了你咽不下的那口气？小姐，外头现在都知道您是被冤枉的了，知道便好。顾家这下丢尽脸面了，他们丢的不是脸，是自己亲手撕开的遮羞布。经此一事，顾家应该不敢再生事。多谢。不必谢我，昨日是你自己。若没有你留下那些旧物，我也赢不了。
我只是舍不得丢了与你有关的东西。世子，婚事可以开始准备了。好，你若想笑，便笑吧。我怕失礼。从你当街求娶那日开始，就已经失礼很多回。那便再失礼一次。婉棠，我会让你风风光光嫁入镇国公府。好。传我的话，开库房备聘礼。夫人是要正式下聘？不止，顾家当年不懂珍惜的人，我国公府要让满京城都知道，他值得最好的。夫人，这是按世子妃规格备的聘礼单，请夫人过目。夫人，可是哪里不妥？少了，再添2箱织锦、玉器，库里那套海棠嵌珠头面也一并放进去。那套头面是夫人年轻时最喜欢的，正因喜欢，才该给婉棠。多谢母亲。谢什么？难道只准你疼她，不准我疼？这是镇国公府下聘，这么多聘礼，这是娶公主也不过如此吧？听说是给陆姑娘的，就是顾家和离那位。什么顾家和离那位？如今该叫未来世子妃了。这聘礼真气派啊！是啊，陆姑娘真是好福气啊！什么好福气？一个和离妇，国公府也不嫌晦气。母亲，别再说了。我偏要说，他陆婉棠凭什么？小姐，来了，来了！镇国公府的聘礼队伍到了，从街头排到街尾呢。这么多，奴婢长这么大，从没见过这么多聘礼。镇国公府行事还算恪守礼数，不曾轻慢姐姐。小公子就别装了，您嘴角都压不住，快要翘上天了。我这是替姐姐高兴。今日下聘，你只管安心收着。旁人有的你有，别人没有的你也有。夫人，太隆重了。不重，是我们国公府求娶你，自然该有求娶的样子。赤金海棠步摇1对，白玉嵌珠头面1套，江南织锦12匹，蜀锦12匹，暖玉如意1对，东珠2垛，金银器4箱，药材补品6箱，书画古籍8箱。世子，这太多了。不多，我只是想让所有人知道，我娶你是真知重之。这是我自己添的，不在聘礼单上。为何送梳子？结发为夫妻，白首不相离。可真看中陆姑娘，顾家当初真是眼瞎，放着明珠不要，非要捡个外室。怀姐，明日入衙，这件颜色稳重些。婉棠，今日的燕窝呢？秦姨娘，府里账上银子不够，管家说燕窝先停了。停了？还有您每日的安胎药，也得换便宜些的药材。我可是怀着顾家的金孙，谁敢苛待我？府里如今有的吃就不错了，你还馋嘴？母亲，夫君可是朝廷命官，怎么会连燕窝都买不起？哼，从前买得起是因为有陆婉棠嫁妆供着，如今她走了，你以为银子从天上掉下来？怀姐，府里没银子了，你得想想办法。夫君，我的安胎药也停了。银子，我哪来的银子？夫君，妾身腹中可是你的孩子，你不能不管。女子3年无所出，未必就是女子之过。夫君，你为何这样看我？没什么。月娘，你在看什么？没什么。小姐，顾家那边热闹了。又怎么了？听说秦月娘现在才发现府里根本没钱，燕窝停了，安胎药也换便宜了，正跟那老太婆闹呢。
他以为抢的是金窝，没想到是空壳。他们的事，以后不必再说给我听。小姐，你听着不解气？现在他们于我而言，只是陌生人罢了。怀姐，这件衣裳给您绣一丛青竹可好？你做主便是。你又要燕窝，府里哪还买得起？可我腹中孩儿想喝呀。婉堂，对不起，原来你从前为我做过那么多。婉堂，你错了，你能回来吗？来人，大人，备车，我要去厅堂小住。怀姐，你还去找他做什么？我有话要同婉堂说。她都要嫁给别人了，你还去找她？你不要脸面了！脸面，顾家的脸面，早在你逼她拿嫁妆养外室时就没了。怀姐，你这是怪我！若不是母亲日日逼她，若不是你容不下她，事情不会到今日这一步。明明是你自己养月娘。顾大人，陆姑娘不见客。我只说几句话。陆姑娘吩咐过，顾家人一律不见。你去通报，就说我有很重要的话。顾大人的话对我姐姐而言已经不重要了。云峥，我不是来闹事。顾大人，你与我们已是陌路，请回吧。我只是想向他道歉。不需要，滚！我知道从前是我错了，现在知道错了，你让我见他一面，不可能。云峥，你也是男人，你知道的，男人有时会糊涂。滚！月娘之事，是我一时糊涂。可我与婉堂3年夫妻，难道就一点情分都没了？顾大人现在知道谈情分了。你养外室时可想过这些？你默许流言污他清白时可想过这些？你所谓情分，不过是看见他要嫁得好了，才不甘心罢了。顾怀姐，你不是后悔失去他，你是后悔他没有继续被你困在顾家。顾大人又来做什么？我自然是来找婉堂，你不过是趁我犯错乘虚而入罢了。我会让婉堂回头的。若你所谓的虚，是他被你们顾家欺辱，那顾大人确实给了我机会。世子，你敢说你没有私心？你若真是君子，为何他刚和离，你就出现在顾府门前？我有私心，我想娶她，这便是我的私心。可真正逼她离开的，是你们顾家。世子，他会不会察觉？顾怀瑾走了。走了。他又说了什么？无关紧要的话。世子，你是不是有事瞒我？婉堂，若有一日你发现我也有过不那么光明磊落的私心，你会生气吗？要看你是什么私心。若是因为太想得到你呢？只要不伤我，不骗我，不替我做决定，我可以允许你有私心。好。云峥，婉堂呢？她可好？姐姐如今在厅堂小住，一切都好。你信里只说她和离了，旁的都写得含糊。顾家到底怎么欺负她的？母亲待会儿见到姐姐，可别哭了。她这些日子好不容易才缓过来，就不要再惹她伤心了。好了，我们先去见婉堂吧。云峥信里不是说了吗？婉堂如今一切都好。婉堂，娘，怎么受了这么多？你受了这么大委屈，为什么不写信给我们？我怕你们担心。你不说，我们才更心疼。婉堂，你做得很好。别，顾家不要你，是他们无福。陆家永远要你。当年我看顾怀瑾寒门清正，以为他至少会敬你惜你，是我看错了人。爹，不怪你。怎么不怪？女儿嫁人是父母替你把第一道关，我们没看好，才让顾家这样欺你。顾家欺我是顾家之错，不是陆家的错，也不是我的错。我的婉堂长大了。长大有什么好？若可以，我宁愿他一辈子被家里宠着，不懂这些人心险恶。娘，我现在很好。我知道，云峥信里说
萧世子待你很好，婉堂，你是真想嫁他，不是为了赌气。娘，我是真想嫁他。世子，你已经整理袖子3回了，闭嘴。你当年殿前面圣也没见这么紧张。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这是见岳父岳母。爹娘，这位是郑国公夫人，这是世子。晚辈萧景恒见过陆伯父、陆伯母。萧世子不必多礼，该有的礼不能少。萧世子，我只有一句话：婉堂嫁过一次，已经受过委屈。若你只是因3年前救命之恩，想做个情深意重的人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伯母，我求娶婉堂，不是为报恩，我心悦她，无关亏欠，只系本心。晚辈此生必敬她、护她，绝不让她再受半分委屈。亲家母放心，我们萧家娶媳不是要把她磨成谁喜欢的样子，是要让她过得比从前好。好，有夫人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我们不求她大富大贵，只求她以后过得平安如意便好。这您放心，婉堂这孩子我也喜欢着呢。下月18宜嫁娶，既不仓促，也不必让2个孩子久等。好，那就下月18。亲家放心，婉堂该有的礼数体面一样不会少。我只求她这一次不必再委屈自己。岳母放心，婉堂嫁的是我，不是规矩。镇国公府没人能让她委屈。这话我记下了，若你做不到，我会亲自接姐姐回家。不会给你这个机会。88台已足够体面，婉堂这次的嫁妆就定着这个数吧。爹，88台不够，你想多少？至少128台。你是要搬空陆家？姐姐值得。好，便依你。云峥，你这样会把路都堵了。堵住才好让大家知道姐姐的底气。这是陆家在京中新制的宅院地契，婉堂，哪怕你嫁入镇国公府，这里也永远是你的退路。爹，以后谁再敢说你无依无靠，你便告诉他，陆家还在。夫人，陆家老爷夫人入京了，听说带了好几10箱嫁妆，已经去了厅堂小筑。好几10箱？是，听说香笼都堆满了庭院。姐姐娘家倒是真疼她。怀姐，你听说了吗？那陆家这次准备的嫁妆可比当年多了，陆家真会巴结啊！怀姐，婉堂自幼被我们教养着，她若有不懂事处，你多担待。陆家不求她富贵，只求她平安顺遂。是我负了她，是我负了她。陆家这嫁妆比当年进顾家时丰厚多了。人家不是没家底，只是从前拿家底养了白眼狼。他就是故意的，故意让嫁妆从我们门前过。母亲，这是去镇国公府的必经之路。这些原本都是顾家的，从来都不是。世子，这件喜服你都看了3天了，忽然很想去看看婉堂现在在做什么。不行，夫人说了，按照规矩，您和世子妃在婚前不宜再见面了，您就忍忍吧，明天世子妃就进门了。我们瞒过母亲，悄悄过去，我不见她，只远远看她一眼便好。世子，明日别来迟了。不会，这一日我等了很久，怎会迟到？这是谁的？是从前我爹留下的。是吗？夫君，你是因为明日姐姐大婚心里不痛爽，便来疑我吗？你不配叫她姐姐。齐月娘，
最好没有骗我，我已经错过一次，这一次绝不会再糊涂。萧世子亲自来迎亲了，这么大的迎亲仪仗，满京城怕是独一份。晚唐，记着，记着，哪怕出了这个门，也永远是陆家的女儿。姐，我来送你。今日我来接她归家，姐姐便交给你了。晚唐，我来接你。好。新娘起轿，吉时已到，请两位新人入门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好孩子，这是我们国公府的掌家对牌，自今日起，府中一切事务就都交给你了。国公夫人这就交了掌家权，看来传言不假，夫人是真的喜欢这个儿媳妇啊。多谢母亲。李成了，郑国公夫人还当众交了掌家玉牌，萧家真的看中这位世子妃啊！原来我从未给过她体面。世子，你是在紧张吗？为了这一刻，我等了3年，真怕这只是一场梦。世子也有怕的时候。从遇见你之后，便有了。你若不想喝，便不喝。礼数没有你重要。没有，我只是……晚唐，我知道你心中尚有顾虑，今日你且信我3分，剩下的交给往后的每一日。好，那余下的我慢慢看。好。大人，查到了，那枚玉佩的主人叫周成，与秦姨娘是同乡。昨夜秦姨娘派人给他送过信。你去，想办法把人带过来。是。你就是周成？秦月娘腹中的孩子，是不是你的？说，你与秦月娘究竟是什么关系？小人与她曾有过一段情，她后来攀上了大人，就与小人断了。你胡说，我根本不认识你。那你为何让我连夜逃跑？你竟敢拿个野种来骗我！您现在嫌我脏了？当初是谁说只要我有孕，便能逼陆婉堂让我进门？又是谁说陆婉堂不敢和离？她的嫁妆早晚都是顾家的。母亲，她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我只是想为顾家留后。一个贪图她的嫁妆，一个嫌弃她不够温顺。如今她不在了，又来怀疑我的孩子，这孩子就是顾家的。顾大人体质寒凝，子嗣一事上，恐怕一生艰难。所以这3年不是婉堂的错，原来是他替我担了3年的错。我都做了些什么？小姐，如今满京城都知道3年无子根本不是小姐的错，我早已不需要他们替我证明清白。
小姐，我们进去吧。好。小姐，这里还和从前一样？不一样了。从前我来这里是无处可去，以后这里是我自己选的地方。这字迹好像你也觉得熟悉。顾怀瑾，长风。长风，1年前顾怀瑾为何会收到你的帖子？属下记不清了。那么，当初引我去秦氏小院的匿名信又是谁送的？长风，你是真的不知，还是不敢回答？世子妃，世子他只是想早点让您看清顾大人的真面目。原来那封信真是你们送的。萧景恒，这封信是你送的，也是你引的顾怀瑾认识了秦月娘，对吗？是不是你？是。那这张呢？顾怀瑾若心中无念，一张帖子改变不了什么。所以，真的是你安排的秦月娘。你没有让她背叛我，你只是把门打开，然后等着看她会不会走进去。我没有替她做任何选择。是啊，你只是给了她一个机会而已。3年前你寻到我，发现我已嫁人，你就一直在关注着我。是。你故意引着顾怀瑾从珍稀到燕代，直到你认为我会走，才把信送到我手里。那封信，我确实送的不够光明磊落了。我问的不是光不光明，我问你，这3年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你离开他，想让你看清他配不上你，想有一日我能站在你身边。可你把我的人生当成了你的棋局。婉棠，我只是希望有机会能走到你身边。今晚我就住在这里，你回去吧。顾怀瑾若自己没有异心，谁递帖子都无用。世子妃为何还怪你？是我错了，不该用这种方法逼他选择。这是我给他做的簪子，你替我送过去，看他有没有消气。若是世子妃还在生气呢，那就跟他说，母亲想他了，想邀他一起清安寺去上香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世子妃肯定不会驳了夫人的邀请。世子妃，这是世子送给您的，放着吧。替我谢他，簪子我收下了。世子妃，夫人今早派人来说，想邀您下午一起去清安寺上香，您去吗？真是夫人相邀，属下不敢骗你。你去回复母亲，我这就回去。好，属下这就去回话。婉棠，你回来了。世子，顾家的信。婉棠，这是顾家派人送来的，我没有看过。你没看？没有，以后有关你的事，全由你定夺。以后顾家的信直接退回去，不必再收。好，今晚你睡书房吧，我还是想一个人清静点。捷报！江南陆氏陆云峥殿试一甲第1名，高中状元。姐，你听到了吗？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往后我能更好的保护姐姐了。你不会有这样的表现机会了。恭喜云峥。姐，姐。原来不是他配不上顾家，是顾家配不上他。殿试那日，我也去了宫门外。你去了？想着无论结果如何，他出来时
总该有人在外头等着。好在他没有让你失望。晚棠，书房夜里似乎比前几日冷了。那便让人再添一床被子。天了，还是冷。世子倒是会挑时机诉苦。等了几日，今日才敢说。书房里的被褥自己抱回来。还愣着做什么？这就来。不过是搬床被褥回来，值得这么高兴？值得，毕竟这几日我连这道门都不敢多进。那你今晚可要认清路。夫人放心，这条路我记得很清楚。还不快些！再磨蹭，今晚便继续睡书房。夫人放心，今夜绝不磨蹭。